入芒果 TV 会员，每周2 12点尊享我家那闺女2024 SVIP 额外抢先1周观看下期正片，每周3加更版，每周1闺女和她的朋友们解锁更多精彩内容。Hello， 闺女晚上好，现在有点暗，因为我在帐篷里。然后这是我爸背的帐篷，然后我搭的。对，他今天背了超级重的行李，我就分担了一小点点吧。今天算是我，就是可能可以算是成年后第一次跟我爸就是单独的一整天的这么一种出来玩。因为以前怎么说呢，一直会跟父母的沟通上就是总是停留表面一些，然后如果有选择的话，可能更会选择说跟朋友一起出去。然后因为我爸也很忙，然后他们呢又是我也觉得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生活，但是经历了这一天呢，就觉得我说话他们听得见，所以我说话很小声。我觉得我爸还有我妈他们是很可爱的人，就是会觉得他们想法很单纯，就是希望家里人好。然后今天呢，也是从最开始的爬山的过程，然后慢慢的越来越就是放开，然后看到了景色之后，心情也随之，虽然天气没有晴朗，但是心情非常的就是沐浴阳光。然后就很难得吧，我觉得感谢节目组的这种一次经历，因为确实是额外制造的时间，它并不是说碰巧的时间，而是制造出来的一个很难得的回忆。然后希望爸爸能更多找到自己热爱的事情，然后不管多少年以后都做一个快乐的小老头。然后今天就准备睡了，因为明天再碰巧吧，碰情况看看有没有日出，没有的话就没有吧，反正一年有365个日出呢。晚安，露露小，晚安，我家的闺女，晚安，闺女的爸爸妈妈们。爸爸，你当时为什么想去徒步？就是你明明知道有危险，想尝试，想再过一些年，到这个年龄我真的胆子没那么大了。那个实际没有，只是锻炼一下，就感觉到试试看吧。第一天走倒数第几名啊？那导游说你再走快点啊，不快的话一掉队，这个狼就来了。后面我就跟上了，但那是走了，我这个指甲盖掉了3个，狼从旁边走过。第二天那个痕迹看得出来。这个拍照走的都没有兴趣拍照了，就是恨不得把相机都丢掉，身上所有的能够丢的东西都要丢。后来你爬几分钟你就累得不得了，要休息一阵。但是到山顶的时候呢，一休息很冷，基本上穿了很多东西。不像这边，我看没穿多少东西，还是气候天气都很好。但是你为什么当时没有跟爸爸妈妈，就跟我和妈妈说？这个有风险，我觉得。我觉得妈妈是不会让你去。她可能不同意嘛，因为她最吸引我的是什么？她说是最美的一条线路。我喜欢拍照嘛，但是真的去徒步了，还是感觉不一样，因为你那种是，我们那是重装嘛，重装你要背很多东西的。我之前其实走过一天13个小时的，就是连续1周的那种。当时我也有过那种时刻，就是那种太绝望了，就是因为当时太多天了，然后每天都是那样，然后结果说第2天还有更远的行程的时候，当时真的就是想放弃，但是放弃了就拿不到那个奖状。就是说一般来说，
身体健康，只要持之以恒，有些事情就能成功。回过来想，就像有一本书，像在路上他写的是吧？只有当你从这种疲劳这种就过来之后回忆的时候，你才感觉到是甜蜜的，是完美的。但你当时经历的时候是很折磨人的，是吧？是觉得是很累的。还有一些就是美好的事情，也只有成为过去的时候，它才是它的价值才是无限的。你很容易得到，你不一定很珍惜了。我听顶顶说啊，说你最近压力很大，是不是因为那个网上一些负面评论啊？我原因都是我自己，就是我不会说因为别人评价怎么样，我压力其实也还好。实际呢，你有可能继承妈妈一些就是追求完美那种，包括我在内也是有这样一种倾向，但是没有事情是完美的。你想象的是比较完美的，你实际不可能这么完美，那你就纠结了嘛，就开始有压力了嘛。实际喜欢的人他总是有喜欢的理由，不喜欢的人他总是不喜欢。就像你展示再所谓的再完美，也没用，所以不要在意别人。爷爷一直说了，就是你要把自己事情做好就行。你能够去这样，说明你是有理想、有追求的，至少你有你热爱的东西，你有你的目标，去做就行了，是吧？至是别人怎么评价，那跟你有关系不大了。就像你说的，尽量去尝试，尽量去超越自己就可以了。反正我觉得作为演员，我是有很多就是很幸福的瞬间，就是找到存在感，因为人都是需要找到一些存在感，就是自我价值的。首先第一次可能被认可的瞬间，然后自己领悟到一些表演的时候，我会哭。就是当时我有一次，我突然是领悟到说表演是个什么意义，当时一下子就哭了嘛，因为就觉得说，这好像是我所追求的一个希望的，我能将来成为的，或者说向往的样子。就是对于演员这个概念来说，然后也有过，我演了一场戏，我觉得我突破了自我。还有包括因为演戏然后遇到很好的角色，然后我自己非常的热爱那些角色，然后我觉得我很幸运，所以在每一次我觉得为几个角色就是纪念的那些日子，都对我来说，对我自己本身也很重要。这上次不是还回北京，算是领了一个第一个就是一个对。我也觉得那次就是像有个小小的开始，会让我更加确定我选择的是对的。所以我觉得这点你们都可以放心，你能够自我反省和修复一些负面情绪啊，这个挺好的。我觉得任何能够做一点成功都不容易的，有时候机遇也很重要，所以尽量去做，但是不用去后悔。每个年龄段有每个年龄段该做的事情，你做什么你自己做你喜欢的也可以。我们主打就是一个随性，想到什么说什么，看到什么说什么。这是我的零食箱，有时候饿了真的会吃泡面的，就很懒，我不太爱点外卖。这是我自己酿的梅子酒，已经1年了，可以吃了。下次呢，我就可以告诉大家怎么做梅子酒。这是我自己做手工的香薰蜡烛的小台，看我已经做好了几个，这个成本就会低很多，因为你要在网上买一个这种进口的香薰油的蜡烛，这怎么的也得600块。但是我算过一次成本，就这样子同样的做下来，我的杯子还比他们用的好看，因为杯子也是特别网上买的，就50块钱吧。它这个能烧2天以上。我大概戒辣椒戒了有1年的时间了吧，就基本上没有怎么吃辣椒。然后嘴馋怎么办呢？那就
生抽不能少，然后还有就是放蚝油。我有很多的菜为了提鲜提味，就是放蚝油。然后我本身不太爱吃肉，所以我很少做肉的菜。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一样，你想更健康或者更瘦一点，其实方法也会不一样。也不用参考我的。虽然很多人都想问我怎么瘦下来的，其实就是少吃。像我今天吃了2顿，我之前瘦身的时候1天只吃1顿，然后不吃主食。今天就唠到这儿吧，然后今天没有思路，就是随便逛。下次我整理出标题，还有系统化的内容给大家。就这样啦，晚安啦。你不吃米饭吧？不吃，吃点小青菜啊，吃点青菜是要的。哎，我的姜呢？完了，没有姜可不行。哦，有。Hey Siri， 计时15分钟。我一到进来就帮我盖啊，因为现在锅还不热。好，盖，好，可以了。我喜欢吃菜心。鱼好了。吃吧，太棒了，太棒了，这就是最棒的晚餐。我很爱吃。我脚有点烫。没事，我 OK， 我指甲长。好吃。我有时候会用的煮老了一点，就聊天去了，就 Siri 倒计时到了，还在蒸，挺好的呀，我爱听。我爱听。什么东西啊？你又喷身上了？对。怎么办呀，甜甜？哎呀，我永远喷身上，没事，我习惯了，就这样吧。我现在想想，我还是喜欢我原本的生活耶。你有没有什么生活？就我觉得参加综艺很热闹，因为你脱离太久了，你很怕自己失去那个拍戏作为演员的状态。其实我比赛到1个月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想演戏了，就觉得哎，好像很久没拍戏，好难过，浑身还痒，戏精要附体的。我以前不来是真的是我觉得拍戏要4个月，就是你肯定没办法接戏。我觉得就是我不敢赌，因为拍戏是我最喜欢的事情。这个我跟你俩一直是一样的，我也超喜欢拍戏。但是我们跟你讲，有时候2个戏或者几个戏，我们有时候常常会错过哪部戏嘛。经常。但我觉得哪个戏先开，哪个戏先签，我就签哪个，就永远不会后悔啊！我也是这种选的，就是契约精神。因为你有时候等到后面那个也没开，你自己有遗憾哪部戏是错失的吗？就错失了红的机会的戏有吗？我没有，因为你觉得就算红也不是我角色，对。我好像也没有，因为我觉得都是最好的安排。因为你的选择只要你是遵循初心的，而不是势利的去判断的，就没有问题。有的时候我想，哪怕这个角色是我演，我也说不定也达不到，可能人家所谓的就是比较好或者出圈或者怎么样。你想演哪种类型的角色？卢美玲是你想演的吗？喂，外面有人吗？我卢美玲，生下来就是硬骨头，从来不知道什么叫脆。我没有想到有卢美玲这个角色，我真不知道。当然想演，但是就是当时给到你这个角色，你是爱不释手，还是觉得 OK 我能驾驭这个角色？当时这个角色是什么，我的一无所知，只是知道王家卫找我拍戏了。对，没有，当时我演的是另外一个角色，不是这个现代卢美玲这个角色。明白了。但是卢美玲，因为我演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导演是按照别人演其实是另一个样子，就会变成另外一个人。哎，我跟你讲，经常这样子，就是有一些演员他会不自信的时候，我经常会说没有关系，因为这个剧本只有我们看过，观众没看过。你演成卢美玲是什么样，大家就认为卢美玲就是什么样。哎，我觉得你尽力就好，而且别错失这个机会。
每个人都说卢美玲是什么为我量身定造的，完全不其实我是。知道不是，只是观众觉得契合度很高啊，应该就是你本。我每演一个角色，他们觉得还不错，就说他是本色演出。我有时候真的欲哭无泪。我也欲哭无泪，一会儿演质朴的妈妈也说是我本色，一会儿嘛演个什么富婆也说是我本色。对，可能是因为有个性吧，有些地方。我有时候有点无奈，就是什么都说是一样。我说那我演的这两个角色其实不一样。一会儿又说用力过猛，一会儿又说什么人物刻画不是没有深度。我说这无所谓，这个是个人喜爱度的问题。是1万个人眼中有1万个哈姆雷特，你不喜欢我都接受。我对于角色的评价我不会伤心难受的。来，我来扒虾。你别给我扒，自己扒自己的。好，因为平时都是我干这个活儿，我做我弄，然后看大家全在认认真真吃我做的饭，我就很开心，很治愈我。你给爸妈做吗？不做，反而做的少。不是因为爸爸妈妈看到我吃他们做的饭很快乐，我不要把这份幸福剥夺了。我也是回去，我不是不孝顺，是因为很难得吃妈妈做饭。对啊，我就想吃爸爸妈妈做的饭。但我妈告诉我，她这辈子很讨厌做饭。知道告诉我这个事实之后，我就带她出去吃。我爸妈 OK， 就是而且我喜欢吃他们做的最小的时候喜欢做的那种很原始的这种什么酱油面啊、阳春面啊什么，就是这种很家常的菜。跟你讲完，今天跟你聊完天，我有点想爸爸妈妈了，聊太多他们了可能。你是不是蛮久没见他们？这2个月都没见。有一次我膝盖摔破了，一个大口子。真的假的？然后呢，就赶紧冲回家，就跟爸爸说，爸爸说好，这个是家里解决不了了，得去隔壁医院去缝。一路上我妈好开心啊，说好久没有3个人一起在路上走了。我说你在说什么？我在流血。然后翘着脚进去缝针了，我爸就在那里具体跟医生讨论怎么缝，说哎呦范甜甜啊，膝盖还是有点胖的，黄色脂肪都露出来了。我说你在说什么，爸爸？我妈妈就旁边在大叫，你是个缝死人的，你去跟人家缝活人的讲什么啦？他们太好笑了，真的太抓狂了。我就很抓狂在旁边一脸无奈，但很好笑又可爱，真的很好笑。我跟你讲个我爸爸给我煮牙龈的故事，好吧？那你讲一讲。不是有颗那个智齿掉了嘛，就拔了嘛，智齿后面不是连着很多的肉嘛，痛得我简直痛不欲生。拔下来回去我就给他看，哎呀，我爸爸写字儿。过了一会儿我就看他拿了个小奶锅，放了水开始煮。我说你煮什么？他说我把你牙煮一煮，不然的话不好做标本啊。然后放在福尔马林的这个瓶子里面，75度写上范甜甜的智齿。他们太好笑了，真的太抓狂了。我就很抓狂在旁边一脸无奈，好笑了，家庭气氛太好了。Hello， 今天是高能量的一天，我决定不再内耗，然后完事儿。今天结束之后，我自己在备忘录里面记了几个点，我打算以后每当有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把它打开，我给大家念一下。这个也是我今天想要分享的内容，就是第一，不要在乎别人对你的评价，自己的感受才是最重要的。这句话我是从这好几天的体验下来，我觉得我一直是口头上说啊，不在乎一些恶评啊，或者是一些负面的评价，但其实还是会陷入那种纠结。刚刚我又看到一句话，一个人骂你一句，如果你记了10年，这个人就骂了你10年。所以就是不要在乎别人对你的评价，我觉得太对了。然后还有减少对自己的期待值，并停止对自己 PUA。我不是为了满足别人的期待而活。我觉得我最大的问题就是在于这句话。然后这句话送给所有人，希望所有女生都要先爱自己。今年希望我会做到，你们也可以。好，晚安大家，拜拜。今天要分享的就是这些内容，晚
完了，明天又是能量满满的一天，8点钟起床，拜拜。你俩可是来了，终于来了！是。过年了，过年了，拖鞋随便穿啊！哎，是你家是吧？是吧？吃饭吃饭吃饭！其实很明小，但是我们就是凭良心说，看看哪个好吃。就我现在还不知道谁是谁做的。欣欣这个感觉不错，那我们吃一下欣欣的红烧肉吧。超烂，超烂，不是又烂，好，看到那个梗。超烂的。哇！超啊！肉。好吃哦，好吃，好吃非常多。哪个？我要尝一下。来要闻着好吃，它可以这样调吃的。来自于丹东的，就是我那一碗根本没有人动筷嘛。起一个造型上的作用。你做什么菜？酸汤肥牛，没，你要先热开。你别管。我这套菜肯定非常好吃。别人粉丝不是放下面吗？你别管。然后再来上一份好人家的酸汤肥牛调料，咱们的菜就做完了。哈哈哈。不能汤，它叫丁。汤因为放在煮稀碗。真的好吃的，是好吃的。调料开始做的吗？从调料开始，哦，有点咸，有点咸，有点咸，我要吃到盐巴了。不可能。那就是我也吃到盐了，不可能，虽然放了盐，不可能。你有放水吗？我没有放水，最后因为它那个调味料里面你就可以不用加盐巴。这样子，你别急，我马上优化一下。第一个需要回锅的菜啊，加点水，然后给它泡发一下。我跟你说，这道菜我是在哪里学的？我在抖音学的。哎，小智，你来试一下这个菜能不能吃了？试一下谁喂？你这先拿我试毒，你试一下，你口重。呀，我口不重了，现在。啊，我知道了。下一个。好了很多，还咸吗？但是还是咸的。欣怡，你试一下。是一个竹荪斑。抖音那一趴根本没让我加任何水。那不行，一定要加，太咸了，这一点不是。我问一下，这个酸味是清汤的酸味，还是前2天这肥牛放酸了？有一股酸味儿。牛是新鲜的啊，那个牛肉。牛肉是新鲜的，欣怡看到了，欣怡看到了。你又不是那个包装。对。好吃的。我本来以为你妈妈今天会过来跟我们一起吃饭。没有啊，阿姨现在会在那个棚里面看3位男士来跟着摄像头介绍一下自己吧。那个嘉宾是吧？你来对着那个摄像头介绍一下自己吧。Hello， 阿姨好，我是1号男嘉宾，功能就是顾家。待会儿介绍的2、3号男嘉宾就是长相上比较华丽，但是不中用啊。2号男嘉宾，我妈最喜欢你的欣怡。慧阿姨你好，谢谢阿姨的喜欢，我是2号男嘉宾，功能是卖衣服比较专业。阿姨好，我是3号男嘉宾阿成。
我的功能是会吃会做会打扫家务，就是不会说话，而且还会给女孩子花钱。不好意思，我们都是好朋友。哎呀，好困啊！我们要不去那边？那跟我去呗。还想吃点什么？玩点刺激的。玩什么？在美万主播或者模特里面，就是如果跟另外一个人搭档奖品，你最想选谁？都出去了。除了李佳琦，郑敬子啊。我是真庆子。其实说实话，旺旺主要是搭内衣，第一次搭内衣贼紧张，我也不好意思过去找你去对卖点，我也不好意思。然后他就在下面配我，意思我来，你说，该你说了，让我说点话。我觉得旺旺其实，因为我不是一开始会跟大家一起播嘛，然后我就养成习惯。就是给话口呢，我怕他感知不到，那我给动作就可以了，我就拍，就立马。我有一次拍了梦瑶姐，梦瑶姐啊，没事姐，没事。我忘了跟他对了，我不知道你干嘛，我这样他，谁拍我，就这种感觉。对不起姐，对不起。如果是说所有人的话，那肯定是旺旺呀。为什么呀？就是你更希望偏全面发展一点。我不是说那种全面发展是全品类这个意思，我只是就是对于一些突发的情况，我觉得他处理的特别好。就我以前会奖品，你知道吧？我就来这边之后，我就很抗拒。我不说假话，就是我之前播的时候 ，PMB 一个月是卖最好的。哇哦！对。那现在不会有落差吗？就是因为可能这边可能我就是听多了那些不好的话之后，我就那还不如干脆。哪有不好的话？就是很多人会说，哎，别讲话了，别讲话，阿才闭嘴吧那种，听多了就不想再讲。啊，你说的是粉丝说？破坏到啊，就说开口会破坏到帅哥的那种氛围感，这个意思。是太关注到你的长相了，应该是。会觉得这些评论就是看你怎么看待。人身攻击那部分确实是大伤害你的那个部分，那一部分你就不要阅读，然后你就是甚至一键删除。但是有一些部分的评价，它如果是非常非常客观的，我们就直击面对和改正。哪有人可以这么快速的，就是找到很好的直播状态，而且在一个很头部的直播间，你被大家喜欢，我觉得是一件非常非常难的事情。所有女生，所有男生们，你们的电子闺蜜来喽！每周二中午12点，会员尊享正片上线 ，SVIP 抢先1周解锁下期正片内容。每周一中午12点，超前营业，闺女和她的朋友们。每周三中午12点，会员加更。每周四中午12点，闺女生活彩蛋放送，让我们一起好好爱自己吧！